如果你回到1950年代，手里握有60多万马币，你会如何使用这一笔钱呢？在那一个时代，这样的资金足以买下几栋楼收租，并退休享受人生了。但有一位大佬却利用这一笔钱开启了他的传奇商业之旅，至今更是累积了超过400亿马币的财富。没有错，他就是著名的唐王郭鹤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。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提到郭鹤年，想必大家自然就会联想到他曾经的心血 Malayan Sugar Manufacturing Co Berhad， 也就是现在的 MSM。而这正是小片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公司，看看在郭鹤年离开了他们之后的现状，并分析他们未来的表现以及他们的估值。那不想错过的，请记得看到最后哦。让我们先将时间倒流至1950年的马来亚，当时我国才刚独立不久，国内消费品的市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，导致我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，其中一项就是从英国大量进口精炼糖。为此，我国的政府便紧迫地决定了大力发展本土产业，并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也让敏锐的郭鹤年抓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当时凭借着他的胆识和远见，他决定孤注一掷，投入了高达60多万马币，与 Felda 和2家日本公司合资，在槟城创办了 Malayan Sugar Manufacturing Co Berhad (MSM)。那这一笔投资对郭氏家族来说非同小可，因为这几乎是他们所有的家底。一旦失败，也就意味着家族的财富将彻底损失。而站在风险的边缘，郭鹤年的大胆投资终于迎来了丰硕的回报。在他的领导下 ，MSM 不仅成功地开始了白糖的大规模生产，而且也迅速进入了市场销售。但是就在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，却被中国盯上了。他们将大量的糖输入马来亚，企图长期占领这里的市场，并取得可观的外汇。而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却让郭鹤年一时猝不及防。毕竟中国的糖价更低，因此他只能将自己生产的白糖闲置在仓库。但面对这个局势，精明的他立刻从泰国转向了印度，大量进口价格更低廉的白糖，企图以成本价格夺回大马市场。最后，他成功的战胜了中国糖，也因此荣获了马来西亚糖王的称号。而时间来到1968年，也是郭鹤年事业发展关键的一年。这年，他成立了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，也就是今天的 PPB Group Berhad， 并向政府租借了大约1.4万英亩的地来种植甘蔗。这也因此促进了糖生产量的大幅提升。这不仅使马来西亚在糖厂上实现了自给自足，还成功的将糖出口到全球市场。而到了1971年，郭氏家族便掌握了大马糖业市场的88%，而国际市场则占了5%。至此，郭鹤年也从马来西亚糖王逐渐发展成了亚洲糖王。然而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在 MSM 发展的声势浩荡之下，这时却引来了有心人士的不满，甚至有传言指出，他们妒忌 MSM 长期都获得政府的补贴，而导致郭鹤年变得更加富有。为此，他们长期施加压力，甚至频频的对媒体报道，暗示郭鹤年家族垄断大马糖业，导致 MSM 的经营受到干扰。而在这样的舆论风暴下，郭鹤年便决定以退为进，于是他以高达12令吉的总价值，完全脱售 MSM 的股权给 Felda Global Venture Holding Berhad， 也就是现在的 FGV， 让出了大马糖王的宝座。不过，你以为故事就停在这里吗？当然不是的，郭鹤年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，相反的，他选择逆流而上，反手就收购了澳洲最大的糖产商 Sucrogen， 并在印尼大规模开发甘蔗种植园。通过这一些战略性的措施，郭鹤年成功的将他的糖业王国扩展到了全球，笃定了他亚洲糖王的宝座，甚至还将生意拓展至各个领域，像是酒店业、航空业、地产业等等，最终也成就了他商业霸主的地位，并成为了蝉联超过25年的马来西亚首富。镜头一转，我们来看看失去了郭鹤年的 MSM 又过得怎么样。此时 MSM 的发展道路逐渐显现不利的迹象，尤其是上市后，这一些问题更为明显。从历史图表可以看到，他们的股价早期稳定的徘徊在5令吉左右，看似安然无恙，但股价长期无法实现突破上涨的迹象，早已暗示了 MSM 的潜在问题。而这一切最终在2017年5月爆发，随着业绩首次出现亏损，股价终于承受不住压力，开始了长达4年的下跌之旅。那 MSM 的下跌是因为离开了郭鹤年的光环吗？事实上，真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财政预算案。当时政府宣布取消每公斤34仙的白糖津贴，导致 MSM 的部分收入被大砍一刀。此外，自2013年中期，马币开始出现严重的贬值，导致他们进口原糖的成本不断增加。再加上政府不让 MSM 根据国际糖价的浮动来调整白糖的价格，并选择固定在每公斤2令吉84仙，因此他们无法将成本转嫁给客户，从而使得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。之后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到了
2019年 MSM 在柔佛糖厂的2个锅炉出现故障，导致白糖的产量下跌，并对公司的运营造成了影响。接着又遇到疫情的来袭，种种的利空也导致 MSM 的股价从原本的5令吉，在短短3年就暴跌了高达95%至23%，而这一个惨状就一直持续，直到2021年疫情缓和，加上业绩成功转亏为盈，他们的股价才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，迎来了一波回弹，但并未持续多久。当市场的激动情绪逐渐淡化后，他们的股价便再次回调并横盘了一段时间，似乎要回到当初的高峰是遥遥无期了。然而去年5月，事情似乎有了改变 ，MSM 的股价再次带量上涨，甚至一路暴涨至最高的2令吉50仙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他们的股价呢？其中甚至有传言指出，有2大糖业巨头将打算收购 MSM。那股价暴涨前，在 MSM 只有1令吉73仙时，小编已经在私人群组里分享了这一只股。而在短短2个星期，股价一度暴涨至2令吉58仙，涨幅高达48%。那如果你也想在股市里赚取可观的收益，欢迎加入我们扭转乾坤的私人群组，1个月只需要80令吉，你就能享有我们独家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报告，让你在第一时间抓到有潜力暴涨的股票，从而把握赚钱的机会。那想要赚钱的朋友们，可以到 Pin Comment 的链接里联系我们哦。那回到来 ，MSM 股价在近期暴涨，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去年推出了全新产品精致白糖，而这个产品也受到市场欢迎，甚至还不受定价限制，因此也为他们的营业额带来了增长。其次 ，MSM 在柔佛工厂之前遭遇故障的锅炉，已经在去年4月恢复正常运作了，这意味着公司的糖产量将逐渐恢复，同时也为他们的生产效率带来提升。此外 ，MSM 目前也正在积极的和政府协商，以提高白糖定价。一旦妥协，这意味着他们的营业额将大大提升。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了，提高白糖价格有可能吗？毕竟对我们的有族同胞来说，糖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不会造成民怨四起吗？那这样说好了，提高价格并不是不可能的，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糖价是全球最便宜的，而原糖成本却一直上升，而且在过去10年，政府又将糖价调高1仙而已，并且没有给予任何的津贴。那这不仅对 MSM 的财务状况造成影响，而且在经济学上也是一个反常的现象。那其实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，他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并开始行动。而 MSM 管理层也表示，在去年11月和12月分别生产的24000吨白糖中，每吨获得政府的1000令吉津贴，意味着公司将获得一共高达48个 million 的盈利，而这个盈利将记录在2月份即将出炉的业绩。那这利好消息也引发了市场对 MSM 的关注，主要是政府在未来是否会继续给予 MSM 津贴，毕竟这将对 MSM 日后的业绩产生正面影响。另外，推动 MSM 股价上涨，是因为有传言指出 Syed Mokhtar 可能收购 MSM 51%的股权，如果成功收购后，预计他会将 MSM 和他旗下的糖厂 CSR 合并，从而垄断大马糖业。不过，相信政府不太可能会允许这个收购案，毕竟他们要保持糖业市场的良性竞争。最后，更有传言指出 ，MSM 正在和 Wilmar International 洽谈，以收购部分 MSM 的股权，而 Wilmar 正是郭鹤年旗下的公司。不过，这些传言还是听听就好。当然，随着这些催化剂的出现，也因此带动了 MSM 的股价上涨。然而 ，MSM 也有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利空。首先 ，MSM 目前主要依赖从巴西进口的原糖。那如果巴西的糖价出现上涨 ，MSM 将面对成本增加的压力，同时马币的持续贬值也将进一步导致了成本的上涨，从而削弱 MSM 的盈利。而且，如果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，那有可能也会干扰到糖的稳定供应，而这对依赖单一来源的 MSM 将构成严重挑战。其次，虽然 MSM 在11月和12月将获得每吨白糖1000令吉的津贴，但这依然还有不确定性因素，那就是政府会持续派发津贴到什么时候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一旦失去津贴，并且在政府也没有调高白糖定价的情况下，那 MSM 业绩将可能会继续亏损，而股价也将会打回原形。毕竟这是其中当初一个推动股价上涨的因素。此外 ，MSM 的财务总监 CFO 在去年因涉及不当行为而被强制休假，并接受内部调查。而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 MSM 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了。3年前，公司的总执行长也因为涉嫌违规行为而被停职，因此近期又发生类似事件，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 MSM 管理层的表现感到担忧。那虽然目前他已经被复职了，但 MSM 并没有提供内部调查结果，因此暂时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不过，如果未来公布调查结果证实 CFO 确实有不当行为，那可能会进一步影响 MSM 的声誉和股价表现了。
目前 MSM 的股价已经来到了2令吉50仙左右，股价是否会继续上涨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简单的估算。虽然 MSM 当前的业绩是亏损中的，但如果假设政府在未来将继续给予每吨白糖1000令吉的津贴，并假设它能够持续每月生产高达24000吨的白糖，那一年下来，他们的盈利将会增加多达288个 million， 而业绩也很大可能会转亏为盈。因此，我们保守估计他们一年的盈利有200个 million， 而基于当前703个 million 的股票数量，那么 forward PE 就只有8倍而已。而根据 Morningstar 数据，这个 PE 甚至是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，意味着 MSM 可能被低估。因此，相信他们的股价有机会继续上涨。而且，假设以3令吉50仙的价位作为估算 ，PE 也仅仅只有12倍而已。当然，这前提是 MSM 能够保持产量，加上政府的津贴，才会有这一般的上涨潜力。那进入总结之前，小编我也要介绍我平常使用的交易平台 M-Invest 及 M+。这2个交易平台的特点是超低水钱和超高利息回抽，这让股市小白每次投资都能赢在起跑线上。因为水钱只需要 0.05%，全码最低，而且 M-Invest 每年 2.68% 的利息回抽是全码最高的。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点击 Pin comment 的链接开户口吧。来到总结，相信大家都了解到 MSM 目前极度需要政府的援助，像是提高白糖价格、给予津贴，甚至稳定马币的价值。但除了依靠政府 ，MSM 也能自力更生，那就是要种植甘蔗。如此一来，就能降低对进口的依赖，并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。毕竟，全球最大的食糖贸易商 Albion 预测，全球将面临连续第6年的食糖供应短缺，而且泰国和印度等国家已经禁止出口原糖，因此 MSM 担忧巴西也会禁止出口，导致没有货源。为此 ，MSM 正在考虑进军上游，并种植甘蔗，以保障我国的原糖供应。那一旦成功实行，相信我们能够更有效率地控制成本，并提高盈利能力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，所以短期内还需要靠政府的帮忙。而在今年1月中 ，MSM 和 CSR 也和政府探讨着原糖供应的问题。至于最终方案如何，我们暂时只能拭目以待。那荧幕前的你们认为，当年过贺年没有离开 MSM 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吗？觉得会的，请在留言区打上1；觉得不会的，请打上2，并留下您的高见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